就是你，你为什么总是纠缠我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明明就很喜欢，不是你。我不是的，我已经有未婚夫了，我很爱他，我们不能这样。你的身体比你的嘴更诚实。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！你只能是我，你跑不了。放过我吧！我怎么又做那个梦了？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阿凯，喂，芝芝，明天是我们双方家长约定见面的日子，你别忘了。好，我已经跟我爸妈说了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晚安。我马上就要跟阿凯结婚了，以后再也不能做那个梦。通知下去，动用周氏旗下所有人的力量去搜索一个女人，她的肩上有一朵梨花的胎记。是。夏令浩，我很期待你见到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表情。小野，你要找的人已经到了。小叔，二弟，你们也是来吃饭的，可是真巧，今天呐，阿凯订婚见家长，你这个当小叔的可要给把把关。大夫人，萧爷还有要事要处理，恕不奉陪了。妈，小叔啊都是忙大事的人，我们还是别打扰他了。你订婚了？哎，是，等过2日啊，我就带他来见你。拽什么拽呀？要不是我老公死得早，周家能轮到你当家？哎，好了，妈，芝芝他们待会儿就来了，我们先去包房等他们吧。周先生好。开始吧。行了，都下去吧。大老远的刚过来，什么都没做就把我们赶出来了。还以为能攀上周家掌权人呢，简直浪费我今年这么好看。哎，你们说他该不会是不行吧？你好，小姐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是周先生预定的包厢。周先生在606包厢等您，用餐愉快。谢谢。糟了，今天2个周先生都在酒店用餐，我不会给错房间号了吧？是属下办事不力，请责罚。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把他找到。是。
萧爷，您是不是头级又犯了？萧爷，萧爷，您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去找医生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喂，爸，今天是双方家长见面的日子，我已经到酒店了，你可不许迟到哦。阿凯，阿凯，你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怎么是你？封锁整个酒店，找到今晚进入我房间的女人。是。芝芝，你怎么才来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伯父呢？抱歉，我爸有事儿，晚会儿才能来。我刚刚不小心迷路了。没事儿，快坐。我早就听阿凯说呀，你温柔懂事儿，长得还这么漂亮，我们家阿凯呀是高攀你了。阿姨说笑了。芝芝，你头发怎么乱了？糟了，我的发带。我帮你整理一下。你们是？今夜有女人闯入贵客房间，欲行不轨，我们奉命前来寻找。要是让那个男人找到我，他继续纠缠我怎么办？我是周家大少爷，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人。可你的意思是我们这儿有可疑的人不成？芝芝，你脸色很不好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儿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你要不要去医院？不用，我回家休息休息就好了。阿凯，快带芝芝回房休息，身体重要。谢谢阿姨。走吧。是你。实在抱歉，我没能找到今天晚上进入您房间的女人。小梨花，好不甜。怎么会这样？那明明是个梦，可是梦里的男人
竟然真的出现了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小莲花，你还要藏到哪里去？你这个疯子，你放开我！订婚戒指，以后我夜夜缠绵，竟然还妄想嫁给你。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女人，你为什么偏偏只纠缠我？他们与我何干？求求你，放过我！小莲花，你岂能是我？小莲花，莲花，你只能是我。还好，戒指还在。那个男人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。或许如果我和阿凯结婚之后，他就不会纠缠我了。阿凯，我们下周就结婚吧。太好了，我终于能娶到我的宝贝了。但是结婚前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想介绍给你认识。好。希望能一切顺利。二位请坐。阿凯，你不是说要带我见一个很重要的人吗？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是周家老宅。今天啊，我就是特地来带你拜见小叔的。他是周家的掌权人，如果他不同意，我们可能没办法结婚了。走了。少爷，叛徒已经抓住了，该怎么处理？我亲自审问他。哎，别去！小叔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不喜欢外人旁观。二位请稍后，萧爷处理完事情之后会通知你们。谢谢。阿凯，你小叔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虽然刚才没看清楚，但气势上感觉好吓人啊！他是韩城黑白两道的王，权势滔天，人称王爷父。少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出卖你。小小姐，我。对于得罪小叔的人来说，死亡的恐惧将一直缠绕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请你不要杀我呀，小爷！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还有2次机会，直到他失去所有的价值。我说，是你的死对头，他说给我1000万，充当你的项目机密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想死，小爷，我不想死啊！在我这里，有1场机会。没事，别跑。刚才那是枪声吗？没事的，那只是小叔啊在惩罚背叛他的人，他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。周少爷，萧爷有请。不要！小爷，我不该背叛你，求求你给我一个痛快啊！小爷，给我一个痛快吧！小爷，救命啊！救命！他的腿。阿凯，你小叔也太残忍了吧！有时候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阿凯，要不然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吧，我有点害怕。芝芝，你不是早就想嫁给我了吗？要是错过这次机会，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。梦里的男人好像很介意我订婚了，或许等我嫁给阿凯之后，他就不会纠缠我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不能放弃。小叔，
这是我未婚妻黎芝，我今天特意带她来见你，希望你能同意我们的婚礼。见过小叔。是。两位，这是萧爷为你们准备的新婚贺礼。谢谢小叔。人我见过，婚礼我就不去了。这个声音好熟悉。小梨花？怎么是他？怎么不喜欢我送的礼物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没拿稳。把头抬起来。怎么办？梦里的男人竟然是阿凯的小叔，要是被他认出来，我长得很可怕吗？小叔说笑了，我只是这2天感冒了，脸色不太好，怕您看见我害怕。我不喜欢说第二遍。小叔，我未婚妻胆子小，没见过您这样大人，还请您不要见怪。算了，送客。是。两位，请回。那小叔，我们先告辞了。阿凯，你小叔说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，是真的吗？小叔啊，是周氏总裁，掌握着整个韩城的经济命脉，他忙的都是些大事儿，可能我的婚礼对他来说根本就微不足道。没关系，我们请上2、3个亲朋好友，摆上几桌宴席就可以了。芝芝啊，能娶到你，真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。只要我结了婚，周庭霄看在阿凯的关系上，应该也不会纠缠我了。萧爷，根据叛徒的口供，我们周家内部一直有人和境外势力勾连，而且他们隐藏得非常的隐秘，我们根本查不到他们。这世上就没有天衣无缝的这样，我要让他知道跟我对着的后果。继续查。是。萧爷，萧爷，你是不是偷鸡又犯了？哟，哦。萧爷，是药3分毒了，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要不，咱们去找医生看一下。我病了。小梨花有消息吗？属下失职，我已经发动了周家所有的力量，我相信肯定会在不久之后就能找到他。杭城找不到就去闽国、蒙国给我找，一个周氏不够，你就给我动用所有人去给我找。是。萧爷，周少爷已经在外面候了很久了。小叔，明天是我和芝芝的婚礼，我想用周氏集团旗下最大的宴会厅来举办，但是我听说那好像被您包下来了，你能不能通融一下，暂借我一下？这种事你跟王特助说就行。对了，这是明天婚礼的请帖，希望你能来。如果不能来也没关系的。他是谁？
她是谁？她是我的妻子，黎家大小姐黎芝。居然是她！我上次刚带她见过你，可能她向来生性胆小，不敢跟您说话，您没有印象了。没想到我找了这么久，竟然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，还跟我的亲侄子谈婚论嫁，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？教授，是请帖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我可以重做，做到您满意为止。不，我很满意。你的婚礼，我终归还是要去一去。真的吗？上次我跟芝芝见过你之后，她还反复问我你会不会来婚礼。她要是知道你能来啊，肯定很开心。放心吧，我会给你们准备一顿大的。通知下去，明天的行程取消，我要去参加婚礼。对了，人不用找，他很快就回到我身边。是。小丽花，这场游戏很快就要结束了。阿凯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明天就要嫁给你了。阿凯，你小叔说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，是真的吗？你穿婚纱的样子很美。你放开我！你嫁给野男人，就不怕他知道我们夜里梦中相会，彼此缠绵？那只是梦而已，他会相信我的。你混蛋！是你先逼迫我的，我才会打你的。手都打红了，疼吗？不要，求求你放过我！我都快结婚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纠缠我？求求你放过我吧！你就这么喜欢他吗？啊？是，我们是真心相爱。你只能是我的。你就是个魔鬼，我恨你！对，我的确是。所以你最好乖乖取消婚礼，否则后悔。承担得起。疯子，这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！我只想跟我爱的人一起好好生活，他为什么就是不放过我？这件婚纱他碰过了，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婚礼。芝芝，你怎么了？阿凯，我好害怕，我做了个噩梦，我害怕我不能再嫁给你了。
傻瓜，那就是个梦而已啊！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，明天之后你就是我的妻子，别担心，记得有我。小姐，明天可是你和少爷的婚礼，现在裙子都被剪碎了，明天可怎么办呀？阿凯，我们换成中式婚礼好不好？我不想再穿婚纱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一对新人承祖制，续华章，着华服，行汉礼，吉时已至，一拜天地，再拜高堂。只要今天过后，我就是阿凯名正言顺的妻子，是周庭霄的侄媳。就算他认出了我，也不敢再继续纠缠我了。夫妻对拜。慢着。周庭霄，他怎么来了？这不是韩城火焰诺手握生杀大权的萧爷吗？萧爷和周家长房的关系不好，这阵仗是来参加婚礼还是来闹事的？声小一点，要是让萧爷听见了，你舌头还想不想要了？二弟，您大驾光临，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？我们好准备准备。亲侄子结婚，我这也当小叔了，怎么能不来送份大礼？顶级珠宝一套，豪车10台，庄园1座。贺周少！还好，那天周庭霄没有看到我的脸，他应该还不知道我是他梦里的女人。怎么能让小叔破费呢？您能来婚礼啊，我和芝芝已经很开心了。你很希望我来？小叔能来是侄媳的荣幸。那我当然不会让你失望。我有份礼物送给你，你应该会喜欢的。二弟，这佛珠可是你的贴身之物，芝芝啊是你的侄媳，这要传出去有点不合礼数吧？一串佛珠而已，我看谁敢知会。据说这佛珠萧爷从不离手，见佛珠如见萧爷。这等宝贝竟然就给了自己的侄媳妇儿，怎么回事啊？小叔，这佛珠是你的贴身之物，这份大礼收起。我只问你们，是不要。你放开我！萧爷，您能拨冗前来参加小女的婚礼，我们已经不胜感激。只是这佛珠意义非凡，礼物太大，芝芝怕是消受不起啊。小叔，这我不能收，现在就还给你。我送出去的东西，从来没有人敢不要。当务之急是早点完成婚礼，这佛珠大不了到时候再还给他。那多谢小叔了。阿凯，我们赶紧完成仪式吧，别耽误了吉时。别担心，一切有稳的。司仪，我们继续吧。你当真要嫁给他？你当真要嫁给他？今天是我和阿凯的婚礼，我自然是要嫁给他。除了他，我谁都不嫁。你确定后果你承担得起？他这些话，难道是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？不
不会的。周凯，你可知道你娶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小叔，我和芝芝相爱3年，情深意重，感谢你今天作为我们的见证人，改日我们一定亲自登门道谢。芝芝，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只要我们相爱，我一定会对你不离不弃，至死不渝的。我相信你。好一个情比金坚，可歌可泣。我宣布，仪式继续。夫妻对拜，我将画扇初回来，遮野之山自当来，若道缘自与月，始终君望桂花开，别新娘却善。大婚仪式礼成。不行，怎么了，芝芝？怎么回事啊？新娘不会是害羞了吧？新郎，赶紧劝劝新娘啊！到底是害羞，还是心虚？阿凯，我们的第一个吻，我想留到洞房的时候。看来他们俩是真的相爱呀！这情话说的我都害羞了。新娘脸皮薄，大家别闹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送入洞房。芝芝，在洞房等我。小绿花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李小姐，按照传统，洞房花烛夜应该由新郎揭开新娘的红盖头，这样寓意着白头偕老，琴瑟和鸣。好的，麻烦你了。真是爱你，萧炎，人已经带到您的房间了。小梨花，你待会见到我，应该会很惊喜吧？萧炎，大家都知道李小姐是周先生的妻子，您这么做会不会？我说她是谁的妻子，她就是谁的妻子。谁要是敢有异议，就把舌头割了拿去喂狗。是。刚才应该瞒过了周庭霄，只要今晚过后，我就是阿凯的妻子，是他的侄媳，不管他想对我做什么，都不可能了。阿凯，你怎么来了？不用陪宾客吗？阿凯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好好看看，我到底是谁？怎么是你？小梨花，你这么不听话，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你？小叔，这是我的婚房。为了躲我，你不惜和野男人谈婚论嫁，我只好亲自来抓你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跟阿凯已经拜堂成亲了，他是我的丈夫，不是什么野男人。要是让他知道你也在我身下称冠，我就做尽了夫妻之间的情事。那只是个梦而已。
我嫁给阿凯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许再提他的名字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你死掉。你别过来！你要是敢过来，就曝光你，让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想想窒息的混蛋。没用。你难道不知道这串佛珠的意义？这不就是一串普通的佛珠吗？这是我5岁的时候，我母亲给我求来的。从此以后，片刻不留神。所有韩城的人都知道，见佛珠如见，所以这串佛珠是我给未来妻子的聘礼。我不知道这串佛珠这么重要，我现在把它还给你。你已经当众戴上了我的佛珠，那就是我的人。不是这样的，我要知道这就是你准备的聘礼，我不会戴的。整个韩城都是我的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双手奉上。你就是个疯子！我就是韩城的王，你就是王后，整个韩城都将匍匐在你的脚下。你说的这些我都不在乎，我只要阿凯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！放开我！周天想你干什么？我送出这个东西，没有人可以拒绝。周天晓，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吧！你就这么厌恶？小叔，你有看到芝芝吗？阿凯，我在这儿！阿凯，芝芝，芝芝是你吗？芝芝，芝芝，是这么来的？芝芝，芝芝，你怎么了？我这辈子只认阿凯一个人，除了他，我谁都不要。放开我！芝芝，芝芝，我来救你，芝芝。小叔，小叔，你放过芝芝，小叔。周少爷，萧爷正在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，任何人都不得打扰。我老婆在里面。芝芝，小叔，你放过芝芝。你干什么？周凯是你的亲侄子，你这么做对得起他吗？我周廷潇做事向来百无禁忌，我看谁敢也不过。他要是看到你这样，你觉得他会信吗？你混蛋！知道上一个骂我的是什么样的下场？他的舌头已经被割了喂鱼了。不如我们打个赌，如果周凯选择你，我就放你自由；否则，他会在挑战。你输定了，阿凯他会选择我的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让他进来。芝芝，阿凯，芝芝，你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阿凯，阿凯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萧炎，萧炎，混账！胆色不小，竟然敢打我！芝芝是我的妻子，任何人都不能动她。就算你是我小叔，我也会跟你奉陪到底。阿凯，别再打了，带我走吧，我想离开这里。走，你要带我妻子去哪？你们放开他！周天霄，你不是说只要阿凯愿意带我走的话，你就放手的吗？你
你难道要说话不算话吗？别着急，游戏还没结束。你放开我，你个出尔反尔的混蛋！春阳，你给我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叫婶婶。阿凯，做梦！为什么还要打他？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想想自己的婶婶，到你说该不该打？你胡说！我已经嫁给阿凯了，是你的侄媳，错的人是你。就算你一手遮天，我也不会嫁给你的。那可由不得你。周天笑，你放开芝芝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！阿凯，你们不要再打了！阿凯，今天就算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认芝芝是婶婶的。阿凯，求求你，不要再打他了，他会死的。你竟然为了他死！求求你，你只要放过他，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婶婶，你起来，你不要求他。小叔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对我怎么样都可以。还真是对苦命的鸳鸯，我都被你们感动哭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哎呀，摔死我了！你们要干什么？阿凯，你和芝芝不在洞房吗？谁把你打成这样？小叔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儿，你把我妈拉过来干什么？你放她走！你到底要对他们做什么？是，这是断亲协议。签了这个协议了之后，你就不再是周家的人，并且永世不得进入韩城。你是要把我们逼出周家？我嫁给你大哥，周家就有我一份儿。你想把我们赶出周家，你好独吞周家的钱，你做吗？小叔，我和我妈是周家人，这是事实。你能不能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把芝芝还给我，饶了我们？做人不能太贪心。你是要娇妻母眷，还是荣华富贵？自己选。还是荣华富贵，自己选。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，我是我爸唯一的血脉。我要是被赶出周家，我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啊？芝芝是我最爱的女人，你这让我二选一，还不如让我去死。周廷霄，你薄情寡义，你是要逼我们全都去死吗？我是想让你看清真相。儿子，妈可是当了周家大太太20多年，这突然要变成穷光蛋，妈的金银首饰还有豪车要是都没了，我那些老姐妹就得笑话死我。你听妈的，世上的女人呐，多的是，没了离枝咱们再找，你可别跟你小叔作对了。阿凯，求求你不要咆哮。别担心，会有办法的。再加一个，限时1分钟。1分钟倒计时开始。阿凯，阿姨，没关系，我跟你们一起走。就算我们离开周家，我也可以工作挣钱养你们。我选，把他们给我赶出韩城！哎呀，我这把老骨头要离开周家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儿子，快救救妈！我选。见过婶婶。
小梨花，你侄子叫你婶婶，开心吗？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？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我改还不行吗？你骄纵些，我更喜欢。小叔，刚才是我得罪了，能不能看在我爸的面子上，饶了我和我妈？从今以后，安分守己。明白明白，二弟呀，我们呐绝不会乱说话的。谢小叔。看吧，这就是你选择的男人。我原本以为他会有多爱，没想到他为了金钱、地位、名誉，最终还是放弃。后悔吗？芝芝，我这条命都是我爸妈给的，我不能断了我们家的后路，我更不能看着我妈去死啊！你打我，你打我！所以你就为了周家的钱，为了你自己，你就把我往火坑里推。小叔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。啊！周凯，这3年算是我瞎了眼，从今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芝芝，是我没有保护你，你原谅我。够了，你们有什么对得起他的？要怪就怪他自己长得一张红颜祸水的脸，要不然你怎么能惹你小叔生气呢？二弟，黎芝啊，以后跟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，你要是喜欢随便玩，你要是喜欢随便玩。你们还真是能屈能伸啊！你放开我！怎么，你还指望他能救你？周庭霄，是不是我只要让你满意，你就能放过我？你放我下来！放开我！你放我下来！你放开我！放我下来！你就这么傻，连身体都可以交换？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我到底想要什么。周天霄，梦就是梦，不管我们在梦里做了什么，都不是真的。我会让你爱上你，只是我，但我的心永远都不可能输。那就恨你，恨你爱上谁。儿子，你醒了，没事吧？妈，我没事儿，你别担心。妈怎么不担心？周庭霄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，他不仅抢了侄媳妇不说，他还派手下把你打成这样，
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妈可怎么办呢？妈，芝芝怎么样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着她？妈，人家在周家享福呢，说不上过几天呢，就是周家的女主人了。真的吗？我听周家老宅人说的，那还能有假？儿子，都怪妈糊涂，非逼着你娶她，没想到她是个水性杨花的贱人，说不定啊，早就跟周廷霄搞在一起了，现在还把你害成这样。放心吧，妈，周廷霄抢走的，我会一一拿回来的。阿凯，你可不能意气用事啊！周廷霄可是掌握韩城经济命脉，手眼通天，咱们娘俩势力薄，你跟他作对，不是找死吗？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周廷霄以为自己赢了黎枝这个温柔乡，但他却不知道这温柔刀，刀刀致命。夫人，您该吃饭了。夫人，您已经1天没吃东西了，你要是再不吃东西的话，被萧爷知道了要惩罚我们的。出去。萧爷，夫人呢？夫人在楼上，但是谁叫她都没有反应，她已经1天没吃东西了。小莲花，小莲花，你怎么了？王特助，王特助，怎么了？快去叫李医生。是。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。小莲花，在我身边就这么难受？周天晓，求求你，不要再纠正。小莲花，我会等到你真心爱上我的那一天。叶雪啊，感觉怎么样？不用你管，出去。医生说你最近因为情绪波动太大，有低血糖，要是烧没退的话，就得去医院。别碰我！你混蛋！还有力气推我，看来确实退烧了。你有点脱水，喝点水。周廷霄，不用你在这儿假好心，有本事你就把我放出去，把我关在这儿算什么男人？黎枝啊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别再挑战我的底线。好啊，要杀要剐随便你，反正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确定吗？你的父亲、朋友，不管不顾了？这个霸道独裁的混蛋，你要是敢动他们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就这么厌恶？是，就算我跟周凯分手，我也永远不可能爱上你。下楼吃饭。你要是再搞绝食那一套，我不介意亲自喂你。
就算你恨我，也得吃饱了才有力气反抗，不是吗？萧炎，以后我的事情，他都有知情权。说，李董出事，我爸怎么了？你说呀！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，让家人去看最后一眼。怎么这样？哦，你别着急，你等。周天霄，你怎么对我，我不在乎，但是你不能伤害我爸。我先送你去医院，有什么事情等你爸病好了再说。不必了，如果我爸出了什么事情，跟你没完。萧炎，李董不是心脏病吗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马上找全国最顶尖的心脏病专家会诊，一定要救回李董。是，萧炎，您为什么不告诉夫人，她误会你了呀？他误会我的还少。没事的，你爸一定没事。哎，你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爸不会成这样的。爸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，爸。小叶，手术很成功，只要好好休息，很快就能出院了。辛苦了。走吧。我回头再找你算账。萧炎，萧炎，你怎么了？药啊，药。萧炎，你没事吧？萧炎，您最近这头疾啊，复发的越来越频繁，要不咱们找一个医生看一下？小叶，从检查结果来看，您的神经元活动异常频繁，这也是导致您频繁发病的原因。有什么办法治疗？现在病因还不能确定，除了保守治疗，没有任何办法。萧炎，药。萧炎，那个药1个月只能吃1次，您刚才已经吃过了，再吃您身体会受不了的。给我！小叶，恕我直言，药物只能压制您的头疾，一旦并发，轻则变成神志不清的废人，重则什么？说，重则暴毙而亡。萧炎，我的命还没那么容易拿。爸，你醒了，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芝芝，你怎么哭了？你看爸不是好好的吗？爸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是我惹怒了周庭霄，他才会迁怒于你，把你伤成这样。芝芝，你怎么这样说啊？这次多亏了萧爷救了我。像他那种冷血无情、心狠手辣的恶魔，怎么可能会救人呢？这次我心脏病发，要不是萧爷找个全球最顶尖的心外科专家，恐怕我就再也见不着你了。呸呸呸！不许说不吉利的话。爸，你要长命百岁，
你要一直陪着芝芝。好，芝芝啊，你怎么瘦了？爸，我想回家。周庭霄就是个霸道独裁的自大狂，就是他破坏我跟阿凯的婚礼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。周凯虽然表面上看起性格懦弱，实则贪婪自私。我要不是看着你对他一往情深，我怕你难过，才没有阻止你们这场婚姻。现在看来，你过得不好，都怪我。不怪你，这一切都是周庭霄造成的。萧爷虽然做事偏激，但是从来不祸及他人，也许他才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啊。不可能，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可能爱上他。芝芝，认识一个人要用心看。你爸爸没事了？爸爸说是你替他找专家做了手术，谢谢。除了谢谢，你就没有别的什么想和我说吗？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，还打了你。你要是不高兴的话，你惩罚我吧。你干嘛？是你说让我惩罚你的，这就是独属于你的惩罚。流氓！我救了你爸爸的命，一句谢谢就想给我打破了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你最清楚。周庭霄，我的心还没有愈合，我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一个新的人。只要你一直在这，多久都可以等。萧爷，公司有一点事情需要您处理一下。晚上我来接你。萧爷，夫人已经离开医院了。小丽花，你逃不掉的。李小姐，你眼光真好，这条领带是限量款，现在只有一条了，很适合送给男朋友。哦，这不是送给我男朋友的。哎呀，我说怎么有股腥臭味呢？原来啊是有个脏东西在这儿。哎，李志，我们好歹也算大学同学吧，招呼都不打声就想走啊？我还有事儿，没时间陪你们叙旧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忙着伺候男人啊？你们说话给我客气一点。你有脸做，还不让人说呀？你在婚礼当天抛弃周凯，跟他小叔厮混，整个韩城都知道了。你竟然还有脸出门招摇过市？要是我做了这么不要脸的事儿啊，早就跳河去了。自始至终，我都问心无愧。倩倩，你看，他被周凯抛弃了，竟然还想着买礼物去讨好他。贱人！我当初那么喜欢周凯，要不是你勾引他，我早就成了周凯女朋友了。这不是送给周凯的，你还给我！不是送给周凯的，那就是给野男人的了。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廉耻的狐狸精！干什么？你松开我！不要！松开我！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廉耻的狐狸精！你放开！不要！
黎枝，你好歹也是黎家大小姐，就带这种垃圾啊！那珠子是周庭霄的，要是弄坏了它，你承担得起后果吗？倩倩，萧炎好歹是整个韩城都得罪不起的大人物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哼，萧炎坐拥整座韩城，家里的珠宝数不尽数，这个佛珠就是个地摊货，怎么可能是萧炎的？不要！大家快来看看啊！这个女人在新婚之夜抛弃未婚夫，跟未婚夫的小叔厮混，甚至还让人将未婚夫打成了重伤。什么？这也太炸裂了吧！真是够不要脸的，全男人全疯了吧？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大家快把这个不要脸的贱人曝光，让大家看清楚他的真面目。别！不要！别拍了！别拍！放开！你给我住手！你在做什么？这个，放开！芝芝，你没事吧？这个贱人，我今天就把你的脸画花，我看你怎么跟你周凯！周凯！庭霄，你怎么来了？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可以伤你。谁呀？啊！本小姐教训垃圾，你也敢插手？你就是黎氏勾搭的野男人吧？我告诉你，他得罪了周家，还得罪了倩倩，你们就等着吃不了兜着走吧！队长。萧炎，是你们伤了他？是这个贱人，他说那个佛珠是您的，我们怕他坏了你的名声，这才动的手。他就是个爬船过媚的玩物，我们也是为了您着想啊。既然有眼无珠，那这双也就不用留了。不要萧炎！住手！周少爷，快救救我们啊！我们不想变成废物呀！小叔，他们也是听了谣言才做这种事，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放了他们吧。这事儿我说了不算，你侄子让你放了他，你觉得呢？做错了事情，就要付出代价。吩咐下去，将他们家族赶出韩城，永世不得回来。芝芝，你以前那么善良，你现在怎么？住口！她是你婶婶，她以前是我未婚妻。再说一次，她是我的妻子，你的婶婶。芝芝，你真的要跟小叔在一起吗？和他在一起会受所有人唾弃的。当初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你都忘了吗？不是那样，我是，是小叔用母亲威胁我，我身为人子，不能眼睁睁看着吧？那刚才呢？你保护他们的时候，你想过我遭受过什么委屈吗？你当初为了钱抛弃了我，现在又为了你的名声，就让我受委屈吗？不是这样，我从来没有抛弃过你，只是我这些天一直在想办法救你啊！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回到我身边，我们一起白头偕老啊！小梨花，王特助，放开他吧。芝芝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
心里还是有我的。在你做出选择的时候，我们就注定没有未来了。我那么爱你，怎么？自始至终，你都没有坚定的选择过他。不要再玷污“爱”这个字。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大家各自向前看。周凯，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，再有下次，绝不轻易。玩绝世，玩逃跑是吗？我没有，你放开我！那周凯为什么会在那里？还是说你们私下商量，趁机私奔？我只是想去给你买个礼物，可是礼物被弄脏了，佛珠也被他们扯断。我没有骗你，我也不知道周凯为什么会在那儿，你相信我。对不起，小莲花，你不要离开我，否则我也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。我受伤了。他看起来无所不能，没想到处境也这么危险。是不是这样的？你不是韩城只手遮天的大人物吗？怎么会有这么多伤疤？爬得越高，敌人就越多。小莲花，你是不是担心我？我才没有！你放开我，我还没给你上药呢。乖乖待在我身边，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，我只要自己。小莲花，外面的世界很危险，听话。我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你养的宠物。站住！萧爷，您总算是醒了，您都昏迷了1天1夜。继续走吧，萧爷，您的头疾并非生病，而是中毒。中，我们萧爷位高权重，整个韩城谁敢对他下毒？血液报告中显示，您中了一种名为怨憎会的蛊，情绪激动则会催发毒性，使人神志不清、头痛欲裂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给我找解药啊！你继续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夫人的体内也有一种蛊，不会害夫人的性命，却是您体内蛊中的母蛊，和您心生相克。怎么会这样？少爷，难道夫人是想蓄意谋害您？住口！有什么办法吗？此毒攻心，若中毒双方无法心意相通，母蛊早晚会害死子蛊。要想活命的话，只能除掉母蛊。所以，您和李小姐只能活一个。这件事不允许走过半步，否则提头来见。少爷，望您三思啊！韩城还有周家都不能没有您的。我答应过要保护好他，此事绝不食言。
夫人，不要叫我夫人，我跟周庭霄没有任何关系。王特助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快起来！李小姐，我求求你去劝劝萧野，他真的病得很严重。生病了就去找医生，找我干什么？李小姐，我知道您不是自愿待在萧野身边的，但是他真的快挺不住。怎么会这样？前2天明明还好好的。我也是没有办法了。自从老夫人去世了之后，萧野就习惯了一个人，无论是生病还是受伤，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挺过来的。我们怎么劝他，他都不听。李小姐，就看在他救了您父亲一命的份上，您就去劝劝他。可如果他不听的话，我劝又有什么用呢？我跟在他身边很多年了，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他的心里，你是例外。你的话，他一定会听的。那我试试吧。多谢李小姐。周庭霄，别走，我不走。周庭霄，你先没有喝了，好不好？ 까만 천장 높은 곳엔 슬픔이 맺혀서 지나는 날들이 반짝이다. Bring me to the top. Can't find you in the end. You'll never cry for me. 小莲花，我很乖的，你别走，好吧？我刚才只是为了救你，你别多想。我就知道，你心里是有我的。我只是看在你救了我爸一命的份上才来照顾你的，你别多想。真希望可以病得久一点。哪有人希望自己生病的？真是个怪人。 因为这样就可以天天看到你。既然你已经醒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好好休息吧。别走，周天霄，小莲花，我是真的病了。知道自己病了还不安分点，逞什么强？是心病。周天霄，我先说，对你而言。 我是个独裁者，是个冷血无情的魔鬼。那些对你造成的伤害，我很抱歉。以前是我不了解你，所以才会说出那些伤害你的话。周天霄，我还没有那么快的能看清自己的心意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可以吗？你干嘛？让我抱抱，就一会儿。 对不起，我恐怕活不了一辈子。萧野，您为李小姐做了这么多，甚至现在还要为了她牺牲自己，我实在气不过，我才告诉李小姐。萧野，过多的事情，李小姐并不知情，还请您饶了王特助这一次。下不为例。谢萧野。 等我死了以后，把这个交给李治，到时候他就是你们的新老板。少爷，好了，趁我还没有失去理智，赶紧去把一切都安排了。周庭霄，我给你熬了鸡汤，要尝尝吗？ 家里都有佣人，这些事儿你不用费心。我不是想着你生病了，给你补点营养。对了，你的病怎么样了？就皮肤发而已，没什么事儿。那个，我想回家看看，可以吗？那你得赢了我才行。
打赢我就答应你的要求。这可是你说的哦。我赢了！你可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情哦。回家吧，忘了，好好生活。周庭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赶我走？你之前不是哭着吵着要离开的，我现在让你走，你又不愿意了。你之前对我说过的话都是假的吗？我只喜欢征服的感觉。以前的你让我觉得新鲜，但现在我觉得你和别的女人没什么区别。小莲花，你最好。我妈，荔枝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怎么哭了？不关你的事。荔枝，你听我说，我马上就可以带你回家了。我们重新结婚，然后好好当一个幸福的夫妻，好不好？周凯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。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。荔枝，你是爱上周庭霄了是吗？是。你怎么能爱上他？你怎么能爱上他？放开我，周凯！你冷静一点。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我的未婚妻爱上了我的小叔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啊！放开！够了，周凯！造成这一切的不是他，是你，是你自私懦弱，不敢反抗，是你让我当了牺牲品，现在又想让我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我做不到。你以为他可以护得住你？不劳你费心。哪怕他这样死了，你也不在乎对吧？我的提议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我反对。放开我！周少爷，萧爷正在召开董事会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今天我来这董事会，就是来揭穿你的真面目。诸位，周氏集团总裁周庭霄身中蛊毒，已经就快死了。萧爷真的中毒了，无药可治，只有3个月的寿命了。萧爷真的中毒了，无药可治，只有3个月的寿命了。周凯，你知不知道伪造医疗报告是违法的？那就请小师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这个报告是真的。可能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诸位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？周庭霄承认了，他就快死了。周氏这么大的集团，可不能群龙无首啊！而我作为周氏大王的长子，理应是由我来担任周氏的董事长。我原本不知道谁敢对我下，你这么迫不及待跳出来，就觉得自己一定。你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你就快死了，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混蛋！你怎么能伤害他？伤害他的不是我，荔枝，是你。在他体内下毒的是我，可伤害他的人是你啊！你说什么？
李治，你还记得他每晚都会在夜里来纠缠，那是因为我在你们俩体内下的毒，你呢就替我成为他的催命。只要他爱得越深，就死得越早。王八蛋！解药呢？你把解药交出来！解药？哦，对了，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来抢婚吗？是因为呢，我把你带见他，还亲自给他送上了印有你照片的请帖。周天霄，周天霄，你怎么样？周天霄，以后没事，周世清住了。王特助，你快叫医生，你快救救他！没用，医生已经说过了，想要萧炎活，除非你死。但是萧炎选择了牺牲自己，放你自由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你赶我走，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，对吗？人生不过百年，能拥有你一段时间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不可以，我才刚刚喜欢上你，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。还真是情真意切呀。小叔，你放心吧，等你走后，我会好好照看周氏和沈之意。从今天起，离之就是周氏最大的股东。你竟然把名下所有的股份转移给离之？按照董事会的规矩，从今天起，离之就是周氏的董事长，你的机会换他了。周廷霄、离之，你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周凯，不要再一错再错了，收手吧。我精心筹备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，他周廷霄和我都同为周氏子嗣，凭什么他是高高在上的掌权人，而我只能养他鼻息？你爹贪赃枉法，在狱中畏罪自首，搞得周氏快要破产。这些年周氏不是我扶持起来，你有何不比？那又怎样？今天你们所有人都把股份给我，推我上位，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恐怕会让你失望了。犯罪嫌疑人周凯因涉嫌故意杀人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放开我，我没罪，是他们罪有应得。混账！当初我以为你软弱无能，没想到你能耐大得很呐！把我女儿当工具利用，下毒杀人。当初要不是你跟周廷霄联合将我和我妈赶出周氏，又怎会有这种下场？你女儿所遭受的一切，都是一次找的，一顽不离。周廷霄，就算我坐牢，你还是会死的。小野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啊。来得刚刚好。我先送你去医院。今天我召开董事会，除了除掉周凯这个败类，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。从今天起，离之就是周氏的董事长。医生，他身体怎么样了？准备后事吧。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理论上来讲，这两种蛊毒相生相克，若是能彼此交融，也许能解。可若过程中心意不够相通，你们二人都会毒发身亡。就算有1/1000的机会，我也愿意试。我不愿意。医生说还有解救的机会，你为什么不愿意？我中的是子蛊，会死，但是你中了巫蛊，不会危及你的生命，我不能冒险。我知道你很爱我，为了救我连死都不怕，但你又知不知道，我的心和你是一样的。小莲花，让我救你吧。
李医生，他体内的蛊毒怎么样了？李医生，你说话呀，到底怎么样了？夫人放心，萧爷没事了。太好了，你终于没事了。我能好到这么快，还得是芝芝照顾他。我感觉昨天晚上特别的忙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好，那我也和你说正经的。芝芝，谢谢你。这种事情，说什么谢谢呀？我谢的不只是昨晚，更重要的是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，是你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爱。怎么突然说这些？正是因为你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，才让我知道以前的我错的有多么离谱。是我强行闯入了你的生活，原本的你应该过得平静且幸福，是我强迫了你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是自愿的。蛊毒已经解了，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我明白，所以我才更要谢谢你。谢谢你，还愿意爱我。如果你真的要谢我的话，就拿你的一辈子当谢礼吧。好，我答应你。